他昨晚是上哪儿喝了个烂醉啊？姑爷去了醉春楼。想我赵蒹葭也算云州第一才女，竟然嫁给了这般荒唐的废物。喂，你还不起床？是打算睡到明天吗？什么情况？我昨晚不是在写论文吗？这是哪儿？我操，古代！我穿越成了大周落魄周家少爷周元，周家为了避免破产，让我当了赵家赘婿。子渊，姑爷，洗洗脸，一会儿还得给老爷和夫人敬茶呢。哦，有个这么哇塞的老婆，老天爷待我也算不薄啊！哎，赘就赘了，但这个蠢蛋新婚之夜竟然跑去喝花酒，啊，糊涂啊！酒醒了。昨日之事是为夫不对，请娘子莫怪。住口！谁是你娘子啊？你呀，昨日咱俩成亲就差洞房了，你先出去，咱俩闭嘴，周远！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家父与令堂乃是同窗，念昔年感情深厚，故而立下此婚约。然时过境迁，父亲不愿失信，我亦不能不孝，我是不得已才与你成婚的。因此，你我必须约法三章，否则即便是背负上骂名，我也要将你休掉，逐出赵家。约法三章，古代人玩的也这么花吗？也难怪，原主这废材，三考举人而不中，就家道中落。赵蒹葭能看得上他才怪呢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？行，你说说看。其一，你我虽然有夫妻之名，但不能同房。其二，若日后有了心仪之人，则互相成全，合离之时万不可纠缠。你意下如何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你同意了？你不希望我同意啊？虽说这些要求是我提的，但按理来说，是个男人都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。看来你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了。嗨，我都当赘婿了，我谈什么尊严啊？再者说了，你不是约法三章吗？这才2章，还差1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再加一条啊，这第3条，夫妻双方之间不能互相干涉对方的任何决定。你要同意这个规定，咱们即刻生效。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他为什么会主动提出来？是在为我考虑吗？愣着干嘛呀？我就加了1条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我同意啊，但是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如此坦然地接受这些条件？你难道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吗？还是说，我是不是你的妻子都无所谓的？你若有一天能够金榜题名，亦或飞黄腾达，我赵蒹葭和你做真夫妻又何妨？哎呀，拉倒吧，太累了。哎，你出身微寒，不发愤图强，那你打算做什么？喝茶晒太阳，钓鱼听评书，下棋看大戏，躺平了。嫁到赵家来，就是为了享清福的。不然呢？这儿不愁吃不愁喝，你跟你的丫鬟又这么漂亮，我没理由不嫁过来啊。我赵蒹葭这张脸，的确不算辱没了你。像你这一等胸无大志的可悲之人，我还同你商量些什么呀？待我找到心仪之人，直接将你休掉便是。子渊，等他洗漱完，带他去敬茶，早点完事儿，我好出门游玩。哎，他今日来红了吗？应该没有。没有，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？看不起我，还希望我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。这年代小仙女也这样吗？小仙女，多好的赞美啊！你是我的同房丫鬟。新世界啊，我他妈来啦！周元，出来受死！你这狗东西，恬不知耻，就入赘霸占蒹葭才女，太过分了！
赵女神，答应我，嘴只能用来吃饭和说话，千万不能与周元这王八蛋同房呀！就是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跟你这出了决斗！对，出来！这些是什么鬼东西？姑爷，这些都是我家小姐一众的追求者，大早上有的，敢不敢过？啊，刚成亲就过来挖我墙角，分明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一群舔狗！烟锁池塘柳，哎，对溜，把这个拿出去，就说是姑爷我出的上联，对得上了接，对不上了让他赶紧滚蛋。芊芊，你也别太在意，反正你们俩只是走个形式，你呀迟早能休了他。我倒不在意他，我只是觉得需要爹爹出手才能赶走门口那些人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芊家姐姐，伯父不愧是状元之才，这烟锁池塘柳真是绝妙。芊家姐姐，以你的才能，应该不难对出下一句吧？此联融汇五行于其中，过于精妙，我也对不出来。芊芊，那就是你的夫君吗？绝世大剑，万剑归宗。好歹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怎可如此轻佻下流？芊家姐姐，你这夫君，没想到还是个剑客呢。周元，你在做什么？没看见有客人在吗？真是丢死人了。二位妹妹勿见怪啊，不会。抱歉抱歉，一时兴起。你刚刚在做什么啊？不知二位姑娘如何称呼芳龄几何？处对象了没有？你想干什么？交个朋友。哎，是你说的啊，我可以找自己的心仪之人。就你还想认识我的姐妹们？你但凡能有我父亲一半的才华，也早就考取功名了，何愁找不到心仪之人？对，芊家姐姐说的对，这珠玉在前，你为何不选？烟锁池塘柳，伯父仅凭5个字就令上百才子羞愤自退。你看看你，失态在前，失礼在后，作为读书人，成何体统？上联什么时候成我老丈人写的？谁是周元？哼，这也是你追求者啊？娘们唧唧。周元，别胡说。叶捕头，捕头，你们这是？你是周元？周元，你涉嫌谋杀醉春楼小月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杀人了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，是吧，娘子？带走，带走！哎，娘子，娘子救我！我刚来呀，我才刚来呀！周元这混蛋，平日荒唐，不思进取，行为轻佻也就罢了，怎么还牵扯上命案？芊家，你别着急，你爹可是知府。对呀，芊家姐姐，不妨我们也去公堂之上看一看。走吧。周元，你个畜生！小月可才17岁呀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亏你还是个读书人，枉我们平日里在村子里那么信任你。叶捕头，晚上有时间没有？请你吃个饭。你身负命案，还有心思贫嘴？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怕什么呀？哎，你能当捕头，武功肯定很高吧？让你教教我，我从小就有大侠梦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教什么叫杀威棒。师傅的。登堂。我老丈人。原犯周元，昨晚你去醉冲楼找小月喝酒，离开之后，她便惨死房中，是否是你做的？你最好给我如实招来，否则，即便是本官的女婿，本官也必定对你大刑伺候。大人，昨天晚上我都醉得不省人事了，该如何杀人？
而且我离开的时候，小月好好的。还敢叫？来人，把凶器呈上来。这把刀你可熟悉啊？好像有点印象。哼，仅仅是有点印象，这分明就是你的刀，是你周家给你唯一的嫁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把刀确实是我的。所以你承认你杀人了？不，刀是我的没错，但昨天晚上我没钱付酒钱，我就把这把刀抵给了醉春楼的王柱。要说嫌疑，他的比我更大。结账了。这啥呀？这是？荒唐，竟拿嫁妆抵酒钱。抵押给王柱，那你们之间可有文书为凭啊？喝大了，你有吧？来人，传王柱。醉春楼王柱参见大人。王柱，周元说他将这把刀抵押给了你，可否是你持刀杀人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啊！我是醉春楼的人，那醉春楼的人怎么能杀醉春楼的人呢？周元，你学个笨人你！周元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叶不我们在取证物的时候，可曾直接上手触碰？当然了，凶器乃阴煞之物，我们一般都是用牛皮纸直接割开，绝对没有直接触碰。如此甚好，大人，我有办法自证清白。哦，等一下，是否直接触碰和你自证清白有什么关系？莫不是你糊涂了？不信啊？哎，那咱俩就打赌，如果我有办法自证清白，有教武功。好，你若不能，便要为死人偿命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叶捕头，麻烦你去准备些铜粉跟石灰粉，磨得越细越好。另外，还要2把刷子，毛也要越细越好。这些东西跟你自证清白有何关系？哎，你就准备去吧，我自有妙用。哎，你觉得你那飞沫夫君能自证清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按照你说的都准备好了，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瞧好，王柱，你确定我没把刀抵给你？你也绝对没有碰过此刀，对吧？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哎，你这个是怎么弄出来的？别动。大人，每个人手上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只要将此刀上的指纹与王柱的画押做对比，结果一目了然。仵作何在？大人，即刻对比指纹。是。大人，以老夫30年的经验断定，刀身上的指纹的确出自王柱之手。蒹葭姐姐，想不到你这夫君还挺聪明的。我也没想到他竟还能有此等方法。大胆王柱，竟敢欺瞒本官！来人，大刑伺候！大人，饶命啊！我招我动手！别动，大爷给你钱。哎呀，你臭娘们！来人，将此凶手给我拉下去，等候处决。大人饶命啊！周远，你不愧是本官的女婿，临危不乱，还会此等自证清白之法。本官现在就宣布你无罪，退下吧。大人且慢，草民有个不情之请。说，这小月虽是风尘女子，但身世可怜，所以我想出20两银子为其风光大葬。到底是读圣贤书的，有情有义，有担当。周公子，先前是我们冤枉你了，对不住啊。小月身世惨淡，她也算是难得，算他还有点良心。不错。那你且把银子呈上来，本官自会安排人厚葬小月的。你不会没带钱吧？娘子，借我20两。
你这赘婿竟然管自家娘子要钱，就拿青楼女子，你可真是太荒唐。是啊，拿奸家的钱赚自己的名声，真是无本生利。周元这个混蛋，笃定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拒绝不了他。无妨，小月年纪轻轻的，也怪可怜的。我支持你。来。叶捕头，叶捕头不会言而无信吧？并非我言而无信，只是没有师傅的允许，我不能私传。你还有师傅？看你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师傅也一定很漂亮。当头子，再敢妄议我师傅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！哎呀，你就让你师傅也收我当徒弟吧！真的，我从小就想学武功。吃人说，哎，你不教我武功也行，你好歹送我回去吧。这离我家好几里地呢。你眼瞎呀？我只有1匹马。没事，我可以坐后面，我保证不乱动。周公子还真是风流成性啊！可惜了，我不吃你这套。你的夫人还在马车上等着你。头，刑部钦差到了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去。还是我家监家识大体啊！杨子，我来了！我去，我怎么能期待赵监家来接我？二位妹妹，我就是搭个便车，不介意吧？介意！你赶紧给我下去！若是传出去，可怎么办？对啊，你这传出去，我们的名声可怎么办？咱们是3个人，不算孤男寡女。哎，二位妹妹可曾听过《倩女幽魂》的故事？我讲给你们听啊。话说从前有座山，山里边住着一只黑山老妖，宁采臣安葬聂小倩，助其转世。原来这阴阳两隔就是他们最好的结局，真是太感人了。你怎么没用我的杯子喝水？哦，没事，我不嫌弃。你这废物，怎可如此无礼？你既是监家的夫君，行事怎可如此放荡？你传出去，简直有损监家名声。不，我相信二位妹妹绝对不会说出去。我这还有很多故事，如果你们想听，尽管来找我啊！还不知二位妹妹芳名？不许问，滚出去！好嘞，二位妹妹常来玩啊！周元，你怎么从软纸的马车上下来了？哈，你都不等我，害得我只能跟2位妹妹挤一辆马车了。可他俩怎会同意啊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未免也太……吃醋了？你别胡说，我就是好奇而已。唉，也难怪，毕竟咱俩有约在先，可以找心仪之人的哈，就是吃醋了。哼，他俩才不会看上你。哎，嘴硬。爹，我所在的云州诗社此次活动经费短缺，您看能不能资助我200两银子啊？此次没有士绅商贾捐书赞助吗？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以往的那些士绅商贾都不愿意再见我们了。你笑什么？当然笑你太傻了。自古以来，士重名，商重利，他们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利益，当然不能作严大头了。元儿言之有理，为父虽想帮你，但身为云州知府，出钱赞助文人士子，有培植之嫌。监家放心，娘给你200两银子当零花钱。不可，你给跟我给并无区别。你若不听，我便停了你们母女的月钱。监家，你现在已经为人父，
类似这种活动，你要学会拒绝。我知道了，夫妻。我吃饱了。哎，娘子，我有办法帮你。就凭你喝个花酒还要拿嫁妆的，就连20两银子也得问我借。你说你能一次性拿出200两银子，我看你就是分明在趁机取笑我。当然不是了，娘子有难，我这个做夫君的怎么能不帮啊？给我3天时间，我保证帮你找出来200两。那我暂且信你。别难过了，为了这么点小事，他竟敢当着爹娘的面前我。罢了，为了200两银子，我赵坚家就忍你一次。渊儿，200两可不是小数目，你有何办法？岳父尽可放心。公子，您喝我的，喝我的，喝公子喝我的，喝我的，喝我的，快滚！头儿，难得来一趟百花楼，你就让兄弟们……别忘了，咱们是奉刑部钦差之命来调查百花仙子的，不是让你们在这喝酒作乐的。百花仙子，我们云州城的花魁怎么会跟反贼有勾结啊？会不会是刑部弄错了呀？闭嘴！妄议刑，脑袋不想要了。关公子，今晚想让哪几位姑娘陪您玩啊？该不是大会里的有情缘吧？这个邓公子，身为赵家赘婿，白天问自己娘子借钱，晚上就来青楼。今天有公务在，一定好好教训。周公子，今晚想让哪几位姑娘陪您玩啊？我倒是想让你们都留下来，但是钱不够啊。就你了，陪我喝酒。不愧是百花楼啊，专业。诸位公子，百花这厢有礼了。5日之后，云州城重选花魁之事，妾身愿意用1000两白银购买诗词，作为5日之后重选花魁之用。不知哪位公子常有佳作呀？听八本需要钱了，这就来了。本公子对银子不感兴趣，只想与仙子私下饮酒一杯。这货谁呀？他便是郡守大人的爱子，云州诗社的成员，号称刘哲公子。云州诗社，蒹葭为了经费焦头烂额，这货却跑来青楼花钱消遣。原来是刘公子。若公子的诗词能让百花倾心，那今晚定会好生照顾公子，以表谢意。仙子，那你可听好了：春花含苞沾白霜，薄雾愁云带红妆。飞鸟殷勤知我意，辗转反侧诉忧长。好诗，竟能将百花仙子的诗句比作含苞待放的春花，不仅心疼百花仙子的处境，还表达了刘公子的爱慕之情。不知仙子意下如何？若是中意，这诗便赠你。刘公子果然才华纵横，妾身很是欢喜。在座各位，可有人与刘公子一较高下者？刘哲的诗词果然是绝妙，真是大才子啊！对呀，就算有人藏有好的诗词，也不会傻到站出来跟郡守的公子作对。看来今日我刘某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。仙子，那请吧。慢着！小生不才，有词一首，想与刘公子一较高下。哦，这赘婿为博美人一笑，当真不要命了？小子，喝醉了就到别处撒酒疯去。自古以来，多少精彩绝艳的诗词都乃酒后所创。况且仙子都发话，我焉敢不从？哎，还是说刘公子他比我比下去？你大胆！哪来的狂徒，竟敢跟刘公子顶嘴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百花楼开门做生意，来者皆是客，还是说你们只接待大人物？伶牙俐齿的啊！来人，掌嘴，给我把他牙打掉！我看他这张嘴还能不能蹦出半个字儿。刘公子暂且息怒，这里是百花楼，请给妾身一个面子，让这位公子吟诵如何？刘公子的诗词已经让妾身很是喜欢，他人的诗词未必让百花改变心意。既然仙子都已经说了，那本公子也丑话说到前。如果这小子班门弄斧，说了些污言秽语，那可就别怪本公子不客气了。头，要不咱们还是走吧，不然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又不能袖手旁观，但更得罪不起刘公子呀。他不是哗众取宠吗？今天就让刘哲好好给他一个教训，正好让他们来吸引注意力，咱们好暗自行动。玉炉香，红蜡泪，偏照画堂秋色。梅翠薄，碧云残，夜长侵阵寒。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到离情正苦。一步步，一滴滴，空阶照空明。头儿，周公子可真他娘的有才，居然把一帮小姑娘给整哭了。我虽然听不懂，但也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有才气就能来这种地方吗？你说他又是赵家的赘婿，这把赵姑娘置于何地呀？诸位，如何啊？周公子的词，将凄凉、悲伤、寒冷、思念全部融汇其中，像一根针扎到了妾身心底。仙子喜欢就好。花间派闺怨词可是专攻女子的，还怕拿不下你们这些烟花女子？公子客气了，此句姿彩密丽，舒弹流畅，可贴妾身心扉。若公子不弃，可移至闺阁，与妾身畅谈诗词道理。甚好。慢着！我记得你是知府赘婿周元是吧？是我，怎么样？不过就是人尽皆知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吟诵出这样的诗词？一定是你把状元出身的岳丈赵知府所作，都到人前卖，为的就是赚取银两和名声。这番做法，将赵家、将仙家的名声置于何地？居然是赵家赘婿，你偷赵大人的诗词出来卖弄，要是赵大人知道了，非得打断你的腿。你这种人不配进入百花楼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哎呀，行！你们说我偷我岳父的诗词，好歹有点证据啊！证据？这要什么证据？你若是能做出这样的诗词，怎么可能至今还寂寂无名呢？整个云州城，只有你岳父才能写下烟锁池塘柳的上，还有你先前说演之词。来人，把这坑蒙拐骗之徒给我扔出去！来人，把这坑蒙拐骗之徒给我扔出去！且慢，这里是百花楼，不得动粗。仙子，这小子的词是偷窃他岳父的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没有证据，仅凭猜测，做不得数。看来仙子要护着这赘婿了，你可别忘了，5日之后是云州城花魁重选。怎么，仙子就不怕本公子支持其他楼里的姑娘？刘公子身份尊贵，愿意支持谁，妾身自然不敢干涉。但周公子今日在衙门借钱安葬小月之事，早就在我们姐妹圈里传开了。我们青楼女子虽然卑贱重钱，但也重情。周公子这般有情有义之人，是我们仰慕之人。百花姐姐说的对，我们姐妹们都知道周公子是好人，怎会做那偷窃之事？唉，我们命薄，若将来有良人为我们安葬，此乃此生修来的福分。小月妹妹，
我也是见过的。周公子能为他风光大葬，奴家在此谢过了。啊！我这是在青楼圈出名了。周公子，我在楼上等你。小凯，没辙了吧？哎，周元弟，百花姐姐今晚暂不接客。刘公子若想玩，我们姐妹们自会伺候好。且看，今晚之事，本公子记下。一群青楼贱婢也想跟本公子作对，别忘了5日后花魁易主，看你们怎么过来求我。来人，把今日之事告诉赵家，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如何收拾。对。小姐，刚才有人来禀报，说是姑爷偷老爷的诗词，还在百花楼元贞宗诗所。什么？而且还得罪了郡守大人家的公子。这个混蛋，骗我说出去筹银子，结果跑到青楼去了。走，跟我去把他抓回来。哎，可是那是青楼，怕什么呀？正好趁机休了他，即便是父亲，也不能多说什么的。公子久等了。太好了，有钱了。公子今日是为了钱来的。不愧是华魁，顶不住了。不愧是华魁，顶不住了。仙子，嬷嬷有急事叫你过去一趟。周公子，抱歉，妾轩有事要去处置。您若过夜，我可以等下叫其他姑娘作陪。哎，差点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以表引到手。哎，哪儿来的男的呀？哎，百花楼你们不要瞎安排呀！是你，小老头，哎，你什么情况？啊，我看看。你流血严重，若不及时止血，可有性命之忧。别！坐下。你别管我，你别出声，我才过去走。万一人有人能看你去死啊！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我给你治伤，别动啊。是这间屋子吗？小儿说了，姑爷就在这里面。好你个周远，往日荒唐也就罢了，如今结婚之后更是变本加厉，今日必须休了你这个混蛋！蒹葭，你怎么了？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搅了你的好事啊。喂，你别误会我，我这是误会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？子渊，给我搜。小姐，没人。蒹葭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
我去，受了伤了还能跑这么快？叶青灵的武功这么高，百花楼内谁能伤到他？叔，你把人藏哪儿了？赵蒹葭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是。行，虽然你不愿意与我同房，甚至有点瞧不起我，但你毕竟是我的妻子，我又怎么能忽视你的感受？这就回去收拾东西，搬离赵家。哎，小姐，这桌上的银票该不会是姑爷筹错的吧？名动云州的才女赵蒹葭来我百花楼作甚？你就是花魁百花仙子。那我且问你，这些银票是？自然是给周公子的。周公子今晚不仅帮我解围，还做下了绝妙好词。这是我承诺的千两银票。他还会作词？周公子是您的夫君，他会不会作词，你竟然不知道？不过周公子的词好像还没做完，他人呢？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？蒹葭，这么晚了你不去休息，在这儿做什么？爹，你这银票是哪儿来的？爹，我……你不用解释这银子从哪儿来的，你在1天之内能筹这么多钱，你还是有能力的。谢爹夸奖。啊，对了，今日在衙门听同僚说起咱们家给的上联，为父我苦思许久，也对不出下联。我女蒹葭才学无双，可否告诉爹，这下联是什么？以后他人问起，也别让为父尴尬。爹，烟锁池塘柳不是年初的上联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为父已经多久不玩对子了？我以为你是嫌那些世子吵闹，故意给出的上联。不是我，也不是爹。子渊啊，昨日的上联谁出的呀？是姑爷啊，他随手写的。元儿，他竟有如此才华！这死丫头，成亲之后怎么还变毛躁了？周元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收拾东西。你放心，这些都是我嫁回来时随身的衣物。你们赵家值钱的东西，我一件都不会带走，包括这身衣服。原来他在赵家不仅受尽白眼，还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我真的是错了吗？赵姑娘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和离书，祝你早日找到心仪之人，永结同心，举案齐眉。赵元，这个和离书我已经撕了，你别走了。今天晚上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不该对你有偏见，你不要走了。赵府这么大，不会容不下你的。可是我今晚……那些烟花柳巷之地，本就是些文人世子常去的地方，你一个读书人去一次也无妨，这不算毁约。这20多岁的小姑娘就是好拿捏呀，以后就能名正言顺的去青楼了。周元，那这么说，你不生我气了？我不生气了。其实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问题。我是迫于压力才和你成婚的，是我不该把这个气撒到你身上。那也就是我将来以后能在赵府蹭吃蹭喝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们赵府养不起你似的。庄园，周公子，冒昧登门，还请恕罪。你看着我做什么呀？是他说要探讨诗词，我只是跟过来看看，又不打扰你。周公子才高8斗，
昨晚的诗词已流传云州，受广大学子追捧，只是并不适合过几日的重选花魁盛会，因此妾身特意前来，求公子再次笔墨。至于银两，公子尽管开口。啊，想不到这云州的青楼还挺卷的。百花楼虽然有我之称，可已是青黄不接。我已年过20，若是不能再得花魁，百花楼怕是就此没落了。青楼女子命运本就可怜，周元，你若是有办法，就帮帮他们。能帮百花仙子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我？我怎么帮啊？再说了，我是云州知府之女，若是和青楼产生联系，怕是……娘子有所不知啊，这低等的青楼卖身，中等的卖艺，高等的卖的是文化。若是你们云州诗社在外出郊游时，能让百花仙子写出一首蜚声云州的开场诗，定能吸引无数的文人墨客倾至百花楼。没想到周公子对青楼经营之道如此了解，只是诗词……好说，好说。紫渊呀，礼貌伺候。好一首满庭芳，景则风华清丽，情则孤寂凄凉，哀怨却不愤，沉郁却不怒。仅凭几句话，便将羁旅愁怀、寂寞哀苦囊括其中，你竟能写下如此之词？小意思。那至于怎么合作，自己商量啊。若云州花魁到场，必然能引来更多的才子参加这次郊游。若能借助云州诗社，先将这次的词传扬出去，百花楼必然名声大噪。周元，周公子，谢谢你。人都走远了，再笑脸都烂了。吓我一跳。哎，叶捕头，你伤好点没有？要你管？我奉劝你啊，最好离百花远一点。她可不是看上去娇滴滴的花魁那么简单。难道之前是百花伤了叶青樱？那百花的武艺该有多厉害？哎，你知道的厉害你也去，这次我可救不了你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会报答你。你不是想学武吗？3日后，我在云江边的凉亭等你。紫渊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姑爷给你露两手啊，这叫咏春。哎，讲究的是腰马合一，咏春。哎，周元，哎，你弄这些是打算练武啊？未必是练武，强身健体嘛，将来也能保护你。你不是要去那什么云州诗社的活动吗？那些都已经准备妥当，我来是想问问你，你明日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？都是些同龄人，大家一起探讨诗词歌赋、采风作画什么的。我就不去了吧。什么诗社活动，不过是郊游玩耍，打着交朋友的名义，哼，搞暧昧。周元，其实你挺有才学的，你的上联、你的词，都是最近云州市子们探讨的话题。我明天真有事儿，去不了。不去算了。哎，怎么还不来？青樱不会放我鸽子吧？今天不会选这儿当头儿的。是你？不是跟你说话呢，哑巴了？我明白了，今日是蒹葭主持诗会，却没带你，很失望，对不对？其实呀，你也没必要提前过来踩点，强行制作相遇，没意义。毕竟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才对。厅长，今天你是来消遣的，我是来等人的，咱俩最好相安无事，
否则啊，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不给你脸，懂？怎么，被我戳到痛处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监家是假成亲，因为我专门找了个有经验的老妇人观察过，赵监家现在还是处子之身。我去你妈！啊！救命啊！起开！你竟敢对我动手，你找死！来人！妈，众目睽睽之下对我动手，还丢死人了你！哎，再一个动起手来，那就不是咱俩的恩怨了。怎么，你们刘家想跟我岳父碰一下子？哼，你不过就是个赘婿而已，赵大人未必把你放在眼里。我岳父状元出身，儒生代表，性情坦荡。你若动他女婿，你觉得他会坐视不理？周元，你不是说不来的吗？啊，路过，路过。嘴硬的家伙，分明就是特意来找我的。周元，你跟刘公子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啊。哎，随便聊聊。随便聊聊，怎么会想要有打起来的样子？赵成素来看刘姐，若真为了个赘婿跟赵家玩，就太不值当了。哼，我堂堂郡守之子，怎屑于赘婿动手？先前是本公子不慎落水，我去换身衣服。哼，来，今日乃是咱们诗社活动，这废物难道是想附庸风雅，特意追来的？咱们可是来吟诗作对、丹青采风的，区区赘婿怎配与我们？就是。诸位，请听我说，周元，他的确是我的夫君。你看着我干嘛？赶紧和大家打声招呼，别失了礼数。这光天化日大庭广众，你们竟然……这光天化日大庭广众，你们竟然……周元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抱歉，一时情难自禁。我看你就是欺负我，明知道人多不好发作的。哎呀，亲不亲，大不了让你亲不亲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知道我不喜欢这种活动，但是都沾一遍呀，就祝你完美的完成此活动，好不好？诸位，在下并非诗社成员，亦或多年不曾读书，故而未曾答应监家之前之要。诸位都是满腹经纶、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，亦或是归书秀丽、娉婷多姿、风采照人。在下虽为秀才，却不敢班门弄斧，所以今日就由我和监家照顾大家，如何呀？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周兄，多虑了，我等也只不过是学子，何谈之文啊？周兄谈吐文字句流畅，谈笑间尽显自信与感染，切莫再自谦多年未曾读书啊！我看这周元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轻飘朗的，哼，净会说些甜言蜜语，上不了多大台面。好了，既然大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今日的活动现在开始，有请百花仙子为大家带来《满庭芳》。好。曾记情愁上，倾诉衷肠。此情暖转万千，化作清蒸烟白月。转眼惊破玉关，三轮淮水驻庭卷。不愧是百花仙子，对诗词歌赋的造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。对呀，今日一过，这首《满庭芳》必将红遍整个江南，到时候不知有多少学子会来百花楼一睹真容呢。周元，我还有事要去忙，你就在此游玩，可千万不要惹事。放心。
话说3000年前的青城山有一条白蛇，成了精。即使那白娘子使出她1000年的法力，水漫金山，踏，也不敌那法海。最终被镇压在雷峰塔下，二人永世不得相见。若我是白素贞，我定把法海那个秃驴我劈成2半。软指，明月，你俩怎么了？周元，不会是你欺负姐妹们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二位妹妹是为许仙跟白娘子的爱情感动。故事？你还会讲故事啊？蒹葭姐姐，姐夫讲的故事可好了，真羡慕你有这样的好郎君。都说周公子文采不好，依我看，比刘公子他们好多了。周元，你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蒹葭姐姐，以后我们能不能经常来你家做客？对呀，若我们想听故事，就来你府上看你。这叫什么话呀？你们想来就来，什么叫来看我呀？以后只要你们想听故事，你们就来。我让夫君给你们讲个够。这家伙似乎也不是一无是处啊，至少很讨人喜欢嘛。周元，我看你的确有些才学，若你能把你那些故事整理成册，说不定能够名扬一方。我去，这倒是个好办法啊！不光能扬名，还能挣钱。就算以后真的跟蒹葭离婚了，也不愁没钱用。明月，你陪我去那边逛逛。不生气了啊？不生气了吧？你以后不许那样了，光天化日的，我不喜欢。那我透透气。我去，这么多菜，吃得完吗？这可都是老子拉来的赞助啊！周元，你就坐这儿啊。你竟然愿意让我跟你坐一块儿，是不是刚才我给明月妹妹他们讲故事吃醋了？谁是主角？别胡说，在外人眼里，你我是夫妻，自然应该坐在一起，否则传出去的话，对我对赵家名声都不太好。别说话了，赶紧吃饭。周元，你吃慢点儿，菜多着呢，你别狼吞虎咽的，搞得像饿死鬼投胎。喝点水，快点。哪像个吃饭的样？你也别说话了，赶紧吃啊！这么多菜浪费了。瞧瞧，看那没吃过饭的样子，寒门出身，能指望有什么教养？这赵家呀，也不教教这个赘婿何为规矩礼仪。来，来。周元，你说你也是，吃这么多干嘛？我没事儿，我就是不喜欢他们浪费粮食。这活动也过半了，你去跟他们玩吧，我差不多撤。周元，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帮我攒到这么多赞助的银子，今天的郊游也不会这般顺利。就用嘴谢了，你整点实际行动行不行？你让我亲一口。想得美！你让我亲一口。啊！让我抓到你们啊！我，哎呦！周大哥，蒹葭姐姐要是不陪你玩的话，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个故事？周大哥，你是生明月的气了吗？他们那是干嘛的？我来了。他们这是在油菜花地里边捉迷藏呢。这个输了的人可是要作诗的。纵横于花田之间，游溺于自然之中，何等趣味！那是花吗？那是粮食。周大哥，你是因为这个事情生气？那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会给这些庄稼人赔银子的，不会让他们吃亏的。是吗？嗯。大叔，今年的花开的也盛，杆儿也高，收成应该不错吧？是啊，
老天爷作福，今年的收成啊，起码比去年多一半。这菜籽啊，粒儿大，出油也多。那就被他们这样糟蹋了，赔了你们多少银子？5两银子，算下来每家每户能分到几百文呢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们的这些少爷和小姐走了以后，我们好紧急的救啊，能救活几棵是几棵呀。这庄稼是我们的命根子。是啊，听见了吧，宁月？他们口中的游戏是人家的命根子。周大哥，宁月，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说我清高也好，道心作祟也罢，但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就要为不平而立。周大哥，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我说了，你敢？我敢。那就把他们给我拉出来，把他们给我拉出来。怎么了？这是周远，你是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什么新想法？你不是想到了什么新的游戏，所以才把我们喊出来的吗？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让宁月阻拦我们打发时间啊？周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？我看你好像有情绪。你我不过合约夫妻，因长辈之约在一起，我有什么情绪？不是，你怎么又突然说这种混话？周远，看我们簪这朵花好看吗？你们觉得自己好看吗？没情趣，怎么能让女子评价自己？好，那我就用几句诗来形容：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混蛋，软指就那么好看，可是我的夫君啊！你别这么说，我可担不起这样的赞美。原本你是担得起，但你并未天然去雕饰，否则何须摘花做首饰？不是周远，你什么意思你啊？没看见我们玩的正高兴呢，都被你扫了兴致。听闻云州诗社人才济济，所以想看看诸位有几分斤两。放肆！周远，你是看不起我们云州诗社了？我没有贬低各位的意思啊，只是心中有感而发，想与你们一较高下。周远，真以为在百花楼做了一副好诗词就可以目中无人了？想挑战我们云州诗社，你配吗？周远，写诗作画通常安排在压轴的位置，就不要再胡闹了。区区诗词不过小道。猖狂！若诗词是小道，那你说什么才是大道？问得好！镇山河，扶社稷，开盛世，使天下百姓幼有所学，老有所依，饥有所食，寒有所穿，这才是大道。心中竟有如此之想。今日我在此作诗一首，如果你们诸位谁能写出比这首诗更好的佳作，我周原从此滚出云州。好，那咱就一言为定。来人，准备笔墨。周原，你冷静冷静，你为何突然发疯了？周原，你别闹了，赶紧道个歉，事情还有回环的余地。什么破诗社活动，老子不奉陪了。我承认之前的话语并不适合这个时代。一个合格的穿越者应该融于时代，而不是秉承着前世的思想。但我觉得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浪费粮食都是可耻的行为。哟呵，看见没有？口出狂言在先，仓皇而逃在后。简家呀，周原这个废物丝毫没有顾及你赵家的颜面呀！你闭嘴！我不允许你贬低周大哥。是啊，周公子还留了几句诗在这儿，你若是想要贬低他，得先看看自己配不配。那就看看这废物留下了什么诗句。那就看看这废物留下了什么诗句。磨蹭什么？不念撕了便是。真以为一个赘婿
能随手写出什么旷日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贵人们，你们还去菜地里去玩吗？你们不去菜园了，就请好心跟小老二说一下，小老二也好去救救庄稼，没准能救活不少呢。我说你们两个凑什么热闹啊？没看见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还玩个屁呀玩！滚蛋！谢谢贵人，谢谢贵人，谢谢贵人。蒹葭姐姐，我们先走了。那这些剩菜剩饭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拿回去之后分类，能低价卖给小馆子的就卖，卖不出的就施舍给乞丐，也算做善事了。这样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宁月，你要干什么？终于明白周大哥了，他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才华跟思想，这是他的大道，也是我追求的方向。周大哥，等等我！哎，周大哥，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你追上来做什么？周大哥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虽然很多人都懂，但他们却根本都不会在意。这些人本来就出身贵族，以他们的身份，这辈子的钱根本就花不完。你追上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啊？嗯。我看看，今日有郎中吗？有，蒹葭姐姐为了防止意外，特意叫了郎中过来。找郎中去上点药。另外，告诉蒹葭，我今天晚上很晚回去。宁月，周元他是我的夫君，那为何周大哥有了情绪，你却不为所动？难道仅仅是因为合约吗？蒹葭姐姐，你别忘了，今日的活动若不是周大哥，根本就办不起来。对了，周大哥刚刚说他今天晚上很晚才会回家。宁月，你若喜欢周元的话，不，蒹葭姐姐，我们都没有资格安排周大哥的人生，喜不喜欢的也没有意义。他会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是把周元当做自己的私有物品了吗？我到底该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啊？你的诗很好，你都知道了。哎，你还懂诗？虽不及你，但也不比别人差。毕竟还有许多道理得通过手中的剑才能讲。这一天，我等很久了。天色已晚，随我上山见我师父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见你师傅必须要上山啊！我师父是白云观观主，号素幽子，他道法高深。你已经过了弱冠之年，若想得到上乘武艺，就必须得到道家的内功加持。不行，走不动了。哎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从小身子骨就弱，平时又疏于锻炼，当然走不动了。真是服了你！早知道我带你上山。上来吧，我背你。你伤好了？早好了，赶紧上来吧。山上有狼，在天黑之前一定要上山。啊！你别搂我脖子啊！双手搭在我肩上。你能不能不要贴我这么近呢？满身臭汗。哎呀，叶师姐，这个时候就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走吧，有狼。师姐别叫那么早，师傅收不收你还两说呢。周元，我说你能把你那玩意儿收起来吗？硌得我很不舒服。这玩意儿咋收啊？我这是天赋异禀。你个恶心玩意儿！要不是看在你救过命的份上，我迟早把你阉了。哇啊！哎，你要杀了你师弟啊？谁让你不老实？不是，都说了不怪我，不怪我。你，师傅，这就是叶青英的师傅，不愧是世外高人，果真清新脱俗啊！
你就是青樱所说的周元，其貌不扬。这么冒昧啊！周元，不可失礼数。一见面就说我丑，谁是礼数？不可。师傅说话向来如此。你上山找我拜师学武是为了什么？为国征战？哎，我可没那么大格局，我就是想强身健体。而且我听青樱说，修炼咱们道家功法可以固本培元，对房事也有帮助啊。目光短浅，等你功成名就，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？无论男女，那都是父母孕育出来的生命，功成名就、荣华富贵，不过都是为了生活罢了。倒是有几分慧根，不羞于表达欲望，不屑于标榜理想。来人，先带他下去休息。哎，你到底收不收啊？蠢死你得了！你以为谁都有资格留在白云观过夜啊？哟，徒儿拜见师傅。小飞，我来。多谢师傅替我还了周元的救命之恩。你我师徒不必如此，倒是云州城内之事探查得如何？百花楼做事隐秘，百花武功高强，剑法精妙，弟子……那就再找找机会。女皇陛下不日将亲临云州，必须保证圣驾安全。什么？女帝要来云州？师傅，周元，你既已拜在我门下，为师教你纯阳无极功，从今日起3个月不准下山。啊？3个月？你若是不愿，现在便可离去。但从此，你我再无师徒名分。我倒是愿意，我就怕3个月过后回去喜当爹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师傅，我此番出门未告诉家人，我只怕他们担心，我能不能……青樱，此事就交于你去办，3个月后再来接周元下山。是。周元，跟我来。爱莫能助。悯农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诗啊！父亲，这首诗你都看了一整晚了，还没看够啊？元儿所做之事，实乃神品。想不到他看似放浪，实则锦绣于胸，才华横溢呀！哼，他现在都还不在家呢。昨日元儿拂袖而去，彻夜未归，难道与你无关吗？蒹葭，娘虽然也看不上周元，但是你们已然成亲半月，作为人妇，你可曾与他同房？可曾关心过他的衣食住行呀？相反，你施舍赞助的银钱，还是元儿帮你筹措。娘，我蒹葭，你就跟爹娘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到现在还嫌弃元儿的出身？父亲，我并非嫌贫爱富之人，只是周元，他好像始终与我不是一路人。他胸无大志，不思进取，这让我如何与他过得下去啊？知府大人，叶捕头，这一大早来找本官，是城内出何大事了吗？奉家师之命前来亲传，周元已是家师亲传弟子，现在已经在白云观修行。你说什么？周元出家了？话已该当，在下告辞。爹，娘，周元出家了。蒹葭，你别急，娘这就陪你上山去问清楚。站住！你们2个以为那白云观是随便进的吗？蒹葭，你现在自由了，这不是你一直追求的事情吗？你本就抗拒这门婚事，如今婚约已取消，你隐未失身，一切不是皆大欢喜吗？爹，娘，子渊，怎么上午就开始打瞌睡？没事可做了？小姐，姑爷不在，奴婢是真的无事可做，要不然还是伺候您吧。要不你去白云观？但是白云观不许外人居住啊。那你就把房间打扫干净，别乱动你家姑爷的东西。遵命。可是姑爷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最好别回来。
道家秘法如此厉害，让我脱胎换骨。只是这阳气未免有些太充足了。看来你的纯阳无极功已到了入门。嘿，师傅，今日便下山去吧。真的？你毕竟是世俗中人，又处于青春年华。近半月，我已察觉到你心神活跃。若再继续下去，怕你心中竟是双修之法。哎呀，弟子还想再陪师傅多待一段时间嘛。不必。若再继续下去，怕你对我都有不轨之心了。师傅，不轨之心我早就有了，只是……你又在看什么？哦，弟子只是想感受一下师傅的内力是否深厚。放肆！你这忤逆孽徒，给我滚下山去！师傅别激动嘛，圣人论心不论迹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啊。那你告诉我，我那些贴身衣物是不是你偷的？绝对没有，弟子只是想帮师傅洗衣服而已。嘿嘿，那师傅我真走了。走了，师傅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孽徒！老爷，这周元已经出家了，咱总不能让宝贝女儿年纪轻轻的就守寡呀。你是说给蒹葭另寻一门亲事？这郡守之子刘哲不是一直对蒹葭心存爱慕吗？他们2个人同属云州诗社，而且咱们2家也是门当户对呀。刘哲家境是不错，但蒹葭愿意吗？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我这就跟他说去。好。不孝女婿周元，拜见岳父岳母。元儿，真的是你呀！元儿，壮了，精神了。主要是学了些武艺，将来以后啊，能更好的保护蒹葭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山上的日子怕也是清苦的很啊。你跟你岳父先聊着，我这就亲自下厨给你做大餐。哎，元儿啊，这回家了就别穿道袍了。赶紧回屋换件衣裳，这段时间蒹葭也很想念你啊。是，岳父大人。回来也好，至少我不会被别人说背信弃义，更不会因为蒹葭改嫁而门风破坏。纯阳无极功好是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阳气太旺。啥时候能跟蒹葭圆房啊？顺便再赚点钱。姑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还变好看了。子渊呐，过来，让姑爷看看。啊，3个月了，来，姑爷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3个月了，老子总算可以抱抱小妹妹了。我才不要！姑爷，你走了那么久，小姐每天都很想你的。哎呀，你们家小姐想我，你想不想我？一点点。让姑爷抱一下。来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哎呀，姑爷，你还是饶了我吧。再怎么样，也要等你跟小姐圆房以后。哎呀，不让你等太久，早晚拿下你们家小姐。我呸！不要脸，谁等你？子渊，看到你家姑爷了吗？他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一直住在山上，真的出家了呢。娘子，3月不见如同3年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周月，你放开我！娘子难道不想我？谁想你啊？你不记得了？我们之间还有约法3章呢。哎呀，约法3章是约法3章，不影响搂搂抱抱。来，哎，谁要跟你搂搂抱抱的？我还巴不得你就一直住在山上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惹我生气了。师傅说，明日让我继续回到白云山上修行，再也不入红尘了。你真的要出家啊？走，你现在就走，你再也不要回来了，我就当做不认识你。我还那么年轻，我还怕嫁不出去吗？但是我跟我师傅说，我说我娶了娘子，还未行房，不能继续上山了。那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啊？
骗你的。你就是个骗子，你就是个害人精！生气归生气，别砸东西嘛，小败家子儿。我怎么就摊上了你？成婚之后不思进取，整日就知道消遣，好好一个诗社活动，你出一次风头就得罪了全云州的世子，你自己倒是跑了，害得我要挨家挨户的去帮你道歉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何必要跟那些人生气呢？你看我就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你是不在意，但爹不行啊，爹是儒门翘楚，云州知府，他不能不在意名声的。再说了，你未来也要生活，也要为自己谋前程，怎么能一直不在乎风评的呢？都过去了，以后这些事啊，我来处理。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你不许抱我，也不许牵我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真的？真的？哎呀，好了，娘子啊，咱俩以后还要过日子呢，打打闹闹的，让岳父岳母多忧心啊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还要惹我生气，那往后还是按照以往的来。咱们约法3章，你不能口头答应我，再趁机轻薄于我，这是君子之约。但是，我下令。你，算了，还是让你算我倒霉。哦，对了，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你有时间去看看宁月吧，她状态非常不好，再加上阮芷跟他父王离开了云州，她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宁月怎么了？听说是病了1个多月都不见好的。当初在诗社活动上，他对你颇有照顾，不管你们之间是否有情谊，出于礼仪，你还是应该去看他的。那下午你跟我一块儿去。我今天不行，爹说云州即将来一位大人物，他很忙，需要我去帮他誊抄案卷，你自己去。大人物啊，算了，也不关我的事儿。宁月，哎，你躺下就好。周大哥第一次来府上，我没能迎接，已是失了礼数，怎可继续躺着？听蒹葭说，你这身子怎么一直不见好？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周大哥，我听他们说你在白云观出家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下山了。胡说八道！周大哥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能看破红尘呢？我就是上山学了点武艺，强身健体。那就好。宁月，你这房间虽然雅致，但是得开窗通风啊。可大夫说要抵挡风寒。听哪个大夫说的？开窗通风配上汤药，这好的才快。子月，去给宁月把那个汤药熬了，再把窗户打开。哎，宁月，这次周大哥上山小有所成，我来给你渡些真气，或许能够化解你体内的风寒。不用了，周大哥，您能来看宁月，宁月已经是感激不尽，怎可再劳烦周大哥？哎，跟你周大哥客气什么？来，周大哥，你怎能上我的床？别说话，转过去。宁心，静气。周大哥，还请周大哥以后把我给忘了吧。宁月，告诉周大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娘把我嫁给了临安的徐家少爷徐光辰为妾。什么？周大哥有所不知，我爹本是边疆的3军总督，数年前战败被贬。我家虽有酒楼作为产业，可也养着亲卫军及其家属，开销极大。如今这徐家的凤鸣楼又入驻了云州，抢走了我家大量客源。为了能够延续家业，也只能与那徐家联姻。我分明是卖女啊！宁月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不想嫁，周大哥保证没人敢强迫你。万万不可，周大哥，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干预。这徐家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。没事，周大哥不怕。周大哥，
宁愿能够再见你一面，就已经心满意足。姑爷，我就出去一趟，你们俩怎么搞到床上去了？胡说八道！把东西收了，再打碗茶过来。姑爷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薛夫人带人来捉奸了！啊！周公子，你是赵家赘婿，一个大男人做事应该有分寸。姑娘家的闺房岂能你说进就进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么久，传出去，我家宁月还怎么嫁人？不是的，娘，是我叫周大哥来的。周大哥，这称呼也未免太亲密。徐宁月，我希望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是我的小妾，日后若敢再跟其他男人勾勾搭搭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闭嘴，宁月不会嫁人。嫁不嫁的，岂是你一个赘婿说了能算的？你信不信？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带她回临安，然后把她当母狗一样对待，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，怎么虐待她全看我的心情。你能怎么样呢？你敢？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看在知府大人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你也别不把我现在放在眼里。听见了？还不快滚！今日我若不想走，没人能让我强行离开。宁月更不该被如此对待。来人，给我扔出去！娘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别伤了周大哥，娘！帮着赘婿说话，他妈找死！我宁月，娘，在等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今日你们若是对我动手，便是彻底断绝了薛家的生路，对得起死去的薛总督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兄弟们都是总督的手足，随时愿意为总督而死。所以薛家就应该花银子养着你们，然后不惜卖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徐家是临安府大家族，娶薛宁月是门当户对。但宁月做的是妾。夫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宁月可是您跟总督的亲女儿。放肆！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这般质问我了？夫人，不是属下无礼，兄弟们追随总督多年，宁月更是一口一个亲叔叔叫着我。我若是眼睁睁看着宁月掉入火坑，还有何颜面苟活在这世上？活不下去死啊！周远，我告诉你，你刚才打了我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一下，薛宁月这辈子别再想像人一样活着。我以后怎么虐待她，都是因为你。我要让你这辈子都活在困窘当中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你就拿银子赎回薛家的产业啊！秦卫长，你若眼里还有我这个当家主母，现在就给我把这个赘婿扔出去，要不就给我下去自领30鞭。不行，不能再次浪费时间。要救宁月，需从长计议。你们若是想救宁月，就过来，完了我就不等了。宁月，你放心，一定救你出来。装腔作势。周公子，你真有办法救我们家小姐？当然，但是你们必须要配合。你需要做什么？先照顾好宁月，千万别让她受欺负。之后我会联系你们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不然薛家800亲卫绝不会放过你。说到底还是没钱。周元，我看你的确有些才学，若你能把你那些故事整理成册，说不定能够名扬一方。对呀，我可以写书挣钱啊。姑爷，姑爷不好了，小姐和老爷吵起来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岳父大人，蒹葭这是怎么了？到底是太任性，非
非要让我干涉薛家之事，此乃他人之私事，我以云州之府如何插手？岳父大人言之有理，他们两家已经达成了共识。蒹葭，不是岳父大人不帮忙，而是实在是插不上手啊。周远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当初在诗社活动上，是宁愿不顾所有人的眼光，执意跟在你身后。这份情谊你难道忘了吗？如今他被家人出卖，要嫁给他人为妾，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跳进火坑啊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今日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病得不行了，我真的怕他扛不住。好了好了，人各有命，但是咱们也无能为力了啊。我知道此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但你这般说话，是不是太薄情了？你这几日一直关在房门中也不出门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成婚之后，你也不为自己谋个前程，此刻又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够了！你先把你自己的婚姻管好，这都成婚多久了，你还没有圆房，你闹什么闹？爹，我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不生气了啊。周远，宁愿看错你了。哎，到底是香闺中长大的女子，遇事难免毛躁。元儿啊，这点你可得多加引导才是，否则最终难受的还是你。岳父大人怎么突然给我讲起预期之术了？我还不是想早点抱孙子。至于薛家之事，大人无权则不利，小人物无钱则不利。你现在可是两者皆无，我很期待你想怎么办。岳父怎会笃定我会插手薛家之事？我若连这点小事都看不出来，那这些年的官儿不就白当了？哦，对了，最近衙门有桩案子，你若有空就来衙门帮我出出主意。衙门的？蒹葭有句话是对的，你终究还是要为自己谋份前程，无论何事，总得有份开头。好恐怖的洞察力，不愧是状元出身。不过眼下得先把书稿变现才行。咱顶箱已经卖完了，请回吧。谁说我是来买书的？你不买书，你跑我墨云斋干什么来了？我们这儿不缺伙计啊。嘿，你这老头什么眼神啊？啊，我是来投稿的。不收。话别说的太早啊，我建议你先看看。烦不烦呀？你先看看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美。哇，这你写的？不然呢？妥了。哎，等着。哈哈哈。文笔绝世啊，能将3个国家的故事写成演义的，还未曾有人写过，也没人看。对，墨云斋惜才，百断你此书，50两。等了半天你就跟我说这个，浪费时间。哎，别急嘛，为了表示我们墨云斋的诚意，我再给你加50两，100两。不能再多了。嘿，我说你这老头拿我当傻子是吧？光是一首《临江仙》传出去就已经名震天下了，100两，哼，再见。哎，别着急嘛。我问你想要多少？1000两。多少？外加4成利润。小哥啊，你知道这整个云州城有多少人户能买得起书吗？你要是觉得多呀，哎，那咱们这样，你先把《临江仙》传出去，就说是小说的续词，我敢保证，不出3日，你会收到500本以上的订单啊！我呢，3日后再来。不过到时候啊，就不是这价。哎，小哥，来人，快把下边赶着北关，让这人禀报上去。此书若是成了，说不定
得给朝廷带来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。快！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说有办法救我们家小姐吗？这都多久了？知不知道徐家半个月之后可要举办订婚宴了？这么急，看来计划要提前了。记住，这个消息要慢慢的散布出去，务必要传到徐光辰耳中。就这么简单，你只管去做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。子渊，去后厨把你认为厨艺最好的厨师给我找回来。是，姑爷。干大年月的厨艺，等着破产了。人已经带到了。姑爷，小的叫明瑞，您想吃什么菜，您跟我说。明瑞啊，多大了？家里娶没娶媳妇？还没有呢，俺家穷，这说不起媳妇。行，那你以后就跟着姑爷混，姑爷保证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再给你娶着媳妇。姑爷，有事您尽管吩咐。小的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这个是武夷山上的一种野生香鸡，名曰香蕈。你即刻启程去武夷山给我采购50斤回来。武夷山，姑爷，那地方离咱这儿可有1000多里地呢。那我就给你10天的时间，东西运回来。去两趟。姑爷您放心，小的就是连命都不要了，也把东西给您带回来。姑爷，什么话？你看姑爷像是有钱的人吗？姑爷，我就算是有月钱，也不够去武夷山的路费啊，更别说买东西了。哎，要不然你问问小姐。唉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周远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明月的事你帮不上忙就算了，你现在居然还找我要钱买东西。是因密长，语音谢白，还是不说为好？你只管给我银子就好，剩下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是你上次筹措的剩余银子。周远，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是拿钱出去消遣，否则即便是被全云州的人嘲笑，我也要将你休掉，逐出赵家，好自为之。唉，没钱的日子真难熬。陛下，庆英传来消息，前朝公主就藏匿在云州城内的百花楼中。百花楼，这倒是处绝妙地，鱼龙混杂，既方便打听消息，又不容易被发现。陛下，发生了何事？朕收到消息，云州城内出现名大才，所著之书或可帮助朝廷增加100万银。云州城内还有此等能人，不知此人姓甚名谁？周瑜。什么？是他？真人认识你？不瞒陛下，周元正是属下的徒弟。此人油嘴滑舌，贪财好色，虽有些才气，但绝担不起陛下先前夸赞。有意思，看来朕得亲自会会这周元。陛下不可，云州城内危险。无妨，有青竹在，无人能近得了朕的身。哎呦喂，小哥，你可来了！哈哈。哎，你这老头莫非想强抢我的书稿？哎，小哥，您见笑，误会。小哥，就您这个临江弦，现在已经传遍了整个江南。您说，我敢得罪您吗？您要的价钱太高，我做不了。哎，正好今天我们东家跟他说，有请东家。大胆！你在看什么？眼睛长我脸上，你管我看什么？放弃！周公子，请坐。
稿子带了吗？啊，自然是带了。不过今日的价格变成了3000两。我给你6000两，但不接受抽成。6000都是，抽成是？银钱例外，规矩才是最重要的。如若周公子觉得不妥，离开便是。我擦，谈判高手！我要5000两，外加数量5000单以上的销售额的40%抽成，如何？你没理由拒绝。5000份订单本就不是其他销售能够达到的，不影响。周公子挺自信嘛。你若同意，书稿我看着；你要是不同意啊，我可以找别人。有意思。你若真是如此自信，那你我之间来个赌约如何？1个月之内，若这订单超过5000份，我就给你这40%抽成。若没有超过，我只给3000银两。成交。不过我今日就要1500两的定金。掌柜的，为周公子准备银子。是。不知夫娘如何处理？若订单超过5000份，方可告知。有意思。告辞。小姐，此人如此狂妄，您为何如此屈尊？不如让我去将他抓起来，就不信审问不出此书的下落。天下烈马皆是大才，如今朕刚登基不久，手下正缺着有才之人。若能将周原这匹烈马驯服，也不枉朕来这云州城一趟。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挣了点银子回来。哦，哎呀，此事他们知道吗？目前就您知道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算是你孝敬我的啊。最近你岳父玩得可严了。没问题，你再拿点都成。这么好吧？哎呀，这个剩下的你自己用啊。哎，此事你千万不能跟你岳父还有蒹葭他们说啊。岳母放心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还是我贤婿懂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岳父衙门最近案子有些棘手，你若是得空啊，我去帮帮他。若是你干得好呀，趁你岳父还是知府呢，赶紧给你找找门路呀。多谢岳母关心，但我清楚我自己不是那当官那料。哎呦，母亲，蒹葭你来了，那你们聊啊，你们聊。是想让我去看宁月吧？你也配去看他？我不是不想，而是不用解释了，周元。我昨晚想了一整夜，你我终究不是一路人，咱俩还是趁早和离。怎么又提和离呀？不是说好了约法三章吗？约法三章取消，我能忍受和一个平庸的人成为夫妻，但我接受不了和一个贱奴的人生活在一起。你放心，和离之后，我会让父亲给你一笔银子，保你数年之内衣食无忧。你再给我10天时间，哎不，3天，也许你就发现我并非一个一无是处之人。不必了，周远，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。你还是在和离书上签字吧。你放心，签字之后，我会等爹爹不忙的时候再交给他，也不用担心没地方住。哎，周公子，您可不知道呢，就您写这个3个国家的故事，不光是风靡了整个江南，就算是在京都，它也是炙手可热的存在呀。不应该吗？应该，当然应该了。自然不是。
莫云斋此次获得的收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，按照之前之约，你应该获得12万银两，但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白银，换成10万银票如何？按之前这样，姑娘应该先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京都，李寒烟。原来是京都来的贵人，失敬。周公子，将来有何打算？是否愿意去京都看看？姑娘这是在夸我。周公子可真是个聪明人，做赘婿倒是可惜了。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可以和离啊，反正都是当赘婿，换碗软饭吃，也一样。怕是你端不起我这碗饭啊。来日方长，慢慢端喽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小姐，收到消息，云州城内有前朝余孽集结，以防万一，咱们还是先行撤离吧。朕不就是冲着这些前朝余孽来的吗？若是此事被他们给吓走，朕还有何颜面回京都？可是，不必再说，朕倒要看看他们能翻出怎么样的水花来。少爷，刚收到消息，赵家赘婿为阻止薛家与民联姻，特派人到武夷山采获香讯。香讯？那是什么？有何作用啊？传说此物集天地灵气，功效堪比灵芝鹿茸，确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我说怎么那日赵家赘婿敢在薛家如此嚣张？原来是想凭此让薛家起死回生。你现在就出手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，把香讯给我抢回来。是。来人，传我的话，就说明日是我与薛宁月的订婚宴，我凤鸣楼将推出香讯作为主菜。一个赘婿也想跟我吃说。元儿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岳父岳母放心，这些啊都是我撰写小说从莫云斋赚取的稿费。什么？近日最火热的3个国家的故事是你写的？稿费在此，我怎敢欺瞒岳父岳母？这些年在赵家深得岳父岳母的照顾，所以这些钱啊，就是我回馈给赵家的。好啊，不愧是老夫的女婿。不过这么多钱，莫非是莫云斋想买断此书？此书可是你的立身之本，万万不可呀！老泰山放心，我不蠢。莫云斋除了给我4成的分成，还邀请我去京都。哎，您知道京都李家吗？京都李家？我们在京都之时，从未听说有李家。莫不是我们搬来云州数年，这李家是近年来在京都崛起的新贵？难道是？京城从未有家族姓李，但其超越了所有的家族，乃是皇族之姓。当今女帝名讳便是李寒烟。难道那个人就是李帝？元儿，你赚钱也不容易，这些钱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。咱们赵家也还没穷到需要用你来赚钱的地步呢。真的，岳母，真不要啊！岳父岳母，那这些钱我还真得先留下来自己用。您2位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将来一定要开口。我还有事儿，先退下了。走。哎呀，老这元儿是越来越有出息。的确是件好事儿。夫人，近几日你若有时间，就先收拾下行李，带上蒹葭和元儿一同去京都吧。我感觉云州城恐有大事要发生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是姑爷，小的无能，在城外被劫匪给抢了，他们把香讯都抢没了。什么？云州城外哪来的劫匪啊？真有劫匪啊！他们不光抢香讯，还把我给打了一顿。您看我这伤，这做不了假呀！哎呀！好了，这趟你也辛苦了啊！
回去好好休息吧，姑爷不让你白跑。这钱你拿着，回去娶2房媳妇儿啊！去吧，回去吧。谢谢姑爷。好好养伤啊！姑爷，这是凤鸣楼刚刚派人送来的请柬，说是明日订婚宴，老爷让你也一同前去。我明白了，徐功臣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别把他旁人。搞得还真他娘的气派啊！以前压人有何气派可言？只是可惜了宁月，到最后还是没能逃得掉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还未到尘埃落定之时。你不必说这些不痛不痒的话。周元，宁月没能逃掉命运，但我一定要逃。今晚来之前，我已向父亲言明你我合力之事，他并未阻止。你有你的路，我也有我的追求。今晚过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你先在此等候，我去看看宁月。蒹葭呀，过了今晚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哟呵，还真是你的赘婿啊！今晚是薛家跟徐家的订婚宴，来的那都是达官显贵，你跑过来凑什么热闹？刘公子今晚又想要找不痛快？哼，知道徐光臣为何会看上薛宁月吗？那是他上次来云州时我介绍的。哎，你不是跟薛宁月一副郎情妾意的模样吗？我转手就把她介绍给了别人。现在大局已定，他以后的日子那可就惨了。哟，这就生气了？我还真就不怕告诉你，徐光臣对女人那可是出了名的狠，整个临安府的青楼那都知道。怎么，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即将为奴为婢的滋味不好受啊？那都是你自找的，他妈找死！你干什么？师姐，他是郡守之子，动了他，今晚如何脱身？听到没有？跟我斗！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敢吃！行了，别动气了。大不了今晚宴席结束之后，我替你收拾他。我当真？当然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师姐。对了，今晚回到赵家之后，没事别瞎溜达。最近云州城有些不太平。怎么了？欢迎各位今晚的到来。为了今晚的订婚宴，我特意命人花重金从武夷山购来香薰。诸位可能还不知道香薰是什么吧？此物啊，不仅大补，且美味至极，将会作为我凤鸣楼今后的主菜。另外，我徐家今晚也邀请了几位大人物前来做个见证，有云州的知府赵成赵大人，还有京都来的刑部钦差李大人，大家欢迎。京都有女子当官吗？京都的贵人我怎么知道？二位大人，我们落座。啊，对了，师姐，一会儿千万别吃香薰的。为什么？吃了拉肚，屁股疼。你别以为有人在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、口无遮拦。那就是没人的时候可以。你。二大人，这个就是方才我口中的香薰，给您尝尝。来，来。如何？我也尝一个。徐家真是好大的排场，连钦差大人都接近。
二位大人，请坐。宁月，还不赶紧过来给二位大人敬酒？二位大人，妾身有礼了。周大，对不起，别怪宁月无情，宁月实在不愿把人卷进这场风波。民女见过二位大人。薛宁月，我让你给二位大人倒酒，没听见吗？没看出来他不愿吗？没看出来他不愿吗？周元，朕见识过了你的才气，也让朕见见你其他的能力。周元，我教训我的小妾，与你何干？小妾娶亲了吗？衙门登记了吗？哎，不对。赵大人，你此种替女婿出头的方法可有些拙劣了。年轻人的事儿，老夫才没心思管呢。我只是突然肚子疼。肚子疼？我看我肚子也有些疼。不好，庆竹，快带我去茅房。大人，我扶你去。不必。原本只是想搞垮凤鸣楼，现在女帝也中毒了。徐光辰，你们徐家就等着灭族吧！哎呀！我怎么？这香薰是你布的去吧？师姐，对，错了。你应该感觉到庆幸。我若是像他们这般，肯定会打断。兄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大胆！菜有问题，肯定是被下了药。你徐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知府大人和刑部钦差下手！你徐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知府大人和刑部钦差下手！啊！哎，你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大人，城外发现了乱党，好多村子都遭了殃。许光辰，你今晚设宴请来云州城的达官贵人，难道就是为了给叛军制造机会？你想造反吗？不用。来人，传我令，凤鸣楼涉嫌勾结乱党，参与谋反，下毒谋害朝廷命官，立刻收押。大人，这可与薛家无关呐！现在还能站起来的，立刻跟我前去调兵，镇压乱党！哎呀！啊！公子，知道什么叫弄巧？给你徐家准备的香薰。是你搞的鬼！徐家，等着灭门吧。周元鼎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带走！是的。快点！不必叫了，你走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周公子，薛姑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云州城除了赵家，我只能信任你了。赵阁楼主，给女月看一下。小婵，带薛姑娘下去。是。周公子怎么知道妾身会救薛姑娘呢？百花楼卧虎藏龙，加上仙子的身份惊人，定被武中。而且凭借我跟仙子的关系，仙子不会不救吧？哼，周公子倒是聪明，只是太过偏心了。为了薛姑娘，费尽心机，数百里采购香薰，又设局引人入套，竟然还抱着她来妾身房间。怎么没见公子对妾身这般？吃醋了？吃醋了？
妾身才没有吃醋。我倒是想抱着你招摇过市，但是我怕云州的狮子揍我呀。他们谁敢？妾身手中的剑可不是吃素的。就知道你最心疼。不过将来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别伤害宁月，你照顾。你都猜到了。叶青英一直在调查百花楼，甚至引来了刑部钦差，加上你对云州城了如指掌，这种种一切因素加在一起，再猜不到，是不是就成傻子了？那公子为何不揭发？你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，你不说就不问。只是将来不管发生什么，保护好自己。那个你们先聊。看见了啊。周大哥放心，宁月不介意。您是做大事的人，身边怎么能少得了三妻四妾的？只要您身边能有宁月一个小小的位置，宁月就心满意足了。傻丫头，周大哥，我好想你。你可真是把宁月从火坑里给拉了出来。放心吧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有周大哥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周大哥，谢谢你。就用嘴谢啊。周大哥，我喜欢你。好了，你身体还没痊愈，我就不欺负你了。宁月不愿意被周大哥欺负。攻略小美女完成。啊，宁月，你现在呢，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。哦，对了，周大哥，那徐家的事情会不会牵连到我们家？我娘她现在是被抓起来了。你既然能过来，就说明薛家没事儿。可是我现在还是有点担心了呢。那你就回去看看。那我就先回家了。去吧。岳父怎么还中毒了？哎呀，岳父啊，岳父！哎呀，岳父大人！哎，蒹葭呢？蒹葭在房里，紫渊在身边伺候着呢，你不用担心他。岳母，麻烦您把这个药给蒹葭，我来照顾岳父。元儿啊，你可真不孝！岳父何出此言？这第一碗汤我就是给您送的。放屁！你个臭小子，你提醒叶青莹你都不提醒我，你害我吃了那么多香薰。哎呀，这事儿是徐家干的，跟咱们赵家可没关系啊。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，你虽然做的隐秘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只是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收拾你。不过你这么一做，可就跟徐家结下死仇了。岳父放心，徐家这次死定了。你还有后手？还是说，你知道刑部侍郎另有身份？岳父聪慧敏锐，今日不是恰巧碰上乱党无逆，这次谁都救不了他。你有分寸就好。不过蒹葭已经跟我说了你们的合理之事。蒹葭平日文静，但遇事确实容易冲动。为父没有别的要求，无论你们怎么闹，不准和离。岳父放心，我非常欣赏蒹葭，对她绝无半点不满，而且也该我拿捏她。你呀，就是个风流种子。木河，凤鸣楼被查封，徐家涉嫌谋反，被查抄了家产。你终于不用嫁给那个混蛋了。
多谢蒹葭姐姐关心。姐姐，我跟周大哥……宁月，蒹葭也在呢。宁月，刚刚下人传来消息，说有人要买咱家的酒楼。买酒楼？咱们家那个酒楼还有人买？估计是外来府上的。你快跟我去吧，一定要稳住这名客人。蒹葭也去，你有见识有才学，说不定能帮得上忙。是你，周大哥。周元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要买薛家酒的那位客人呢？不会被你赶走了吧？你说为什么买楼的人不能是我呢？周大哥，万万不可！我家那酒楼不值钱，都经营不下去，都快要倒闭了。丫头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蒹葭呀，你要买酒楼，怎么提前不和伯母说一声呢？就凭你和宁月是姐妹，伯母肯定会便宜卖给你的。不，伯母，我们赵家不买楼。哎呀，人家周元都来了。伯母，这薛家的酒楼是什么情况，我也是知道的。我们赵家不当那个冤大头。蒹葭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周元，你是晚辈，伯母呢绝不欺你。6万两，伯母现在就把酒楼契给你。不行，6万两，伯母现在就把酒楼契给你。不行，这薛家酒楼根本不值6万两的银子，父亲是不会同意的。够了！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硬气吧？还挺有男子气概。周大哥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今日来买楼是我个人的意愿，与赵家无关，更不会动用赵家的银两。哼，你平日的月钱都是找我拿的，你有什么钱来买楼啊？好啊，原来你今天是来消遣我的。我有消遣你的功夫，我干嘛不去百花楼呢？贤芝，你看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是伯母不对，生意嘛，得慢慢谈，好事多磨，好事多磨嘛。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啊？周大哥，听我的，千万不能买！你这死丫头！看着宁月的面子上，我叫你声伯母啊！今天我虽然是来买楼，但是这钱我不能一次性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每个月给你1000两，年底再给你3000两，一年一共是14000两。这些钱足够你们薛家1年的开支。你怎么知道？哼，百花早就把你们薛家查得底掉了。我知道的事比你多多。我从白云山上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你们薛家的事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布局了。布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先是写了个小说，赚了点稿费啊。那个小说你们听过，叫《3个国家的故事》。什么？三国是你写的？所以你认为我在家里边是胡吃海喝不成？然后我就派人上武夷山，大量的采购香薰。香薰含有毒素，食之必腹泻1天。那日我故意在徐光辰面前露出嚣张的姿态，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怀疑。然后我就让亲卫长慢慢的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。徐光辰果然上当，派人抢走香薰。所以是我亲手毁了凤徐家。好啊，你个小畜生，背地里干了那么多害人的事情，还敢在此口出狂言！你看我不告发你！徐家涉嫌谋反，你敢吗？谋反？你若愿意，就按照我之前所说；若不愿，我现在就把你带走，让你人财两空。不行，周大哥，您帮宁月的已经够多了，我不能再麻烦您。周大哥，你个死丫头，过来吧你。贤侄，宁月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就按你说的做。签合约。小玉，准备纸笔，我要和贤侄立合约。现在你还需要与别人联系？若不是没有办法，谁会委屈自家的女儿呢？
我可舍不得。他爹那帮老兄弟都是战场上的生死之交，这一大家子的人，我是实在不能不管的。我知道了，娘。放心吧，月儿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得去看看女帝什么情况。她要是因香薰恼怒，才是真的麻烦。周远，周远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说什么？是解释一下最近发生的事儿啊，还是挽留你别抛弃我？赵建佳，自从成亲以来，我做过半分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没有啊。我知道你天性善良，但你有的时候太过自我，你只相信自己的处世之道，从来没有相信过我的才华，甚至还觉得我是个懦夫。从头至尾，你都没有站在一个妻子角度考虑。可你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的计划，你觉得我能怎么理解呢？说了你会相信吗？你会相信我能写出三国，还是说一个小小的香薰就能搞垮凤鸣楼？你跟我说我会信的，但你什么都不说。你说要跟我和离，甚至连3天的时间都不愿意给我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并非我周远负心。如今你我2人已经在和离书上签了字，我也会尽快搬出赵家，从此一片凉快。周远，小样，还收拾不了你。周公子好手段啊，仅用1个香薰就端了整个许家。如今抱得美人归，不再温柔乡温存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如今抱得美人归，不再温柔乡温存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是不是写了点后续？还给你送过去。亏你还记得后续，也不枉我又给你准备了10万的稿费。哦。周公子文采经世，难道就甘愿留在云州城这种小地方？别地儿也没我不身之处。只要你愿意。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主子，不好了！主子，瓦巷兵变了，现在满大街烧杀掠抢，现在马上就要到了。官府的人呢？哎呀，都被给打散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蓄谋已久，看来城外乱党暴乱只是调虎离山。哎，不好，他们到了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就这个，来，跑！开门！给老子开门！我也在平时赚这么多钱，给我们交出来！开门！开门！都镇定点，云州城内有守军5000，相信很快就会镇压这些暴民。镇压个屁呀！暴民都打到门口了，等你守军过来，咱凉了个屁！哎，等等，主子，这屋里有个密室，原来是藏银子、书稿和圆杆的。不行，你和周公子先进去躲一躲吧。主子，您快躲起来吧，带我前去引开暴民。事不宜迟，老掌柜带路。跟我来。开门！想要钱，羡慕我手中的剑打大爷。你身上藏有兵刃？没有啊。什么东西抵着我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些龌龊的事情？我这是天赋异禀。我警告你啊，别乱动，庆祝会回来救我。我承认了很厉害，恶胡言八句啊！一派胡言。不过听声音，这些暴民好像走远了。你还不出去？别着急，咱们等天黑再出去。我让人去管他。主子，
咱们暂时已经安全了，先撤离吧。求救，怎么可能被人发现？主子，难道主子已经悻悻离开了？老子还以为能跟着这臭娘们儿捞到银子，没想到只是个奴子。不是姐，这老子是忍不住要杀他，是养他一路。住手！周远，你竟然会武功！刚才太慌了，忘了。多谢。对不起，现在密室已经不安全了，装不下咱们几个人，咱们必须换一个地方。不好，怎么了？赵家是云州城出了名的大户，肯定会引去报名。我得去救你。等等，反正留在这里危险，不如我们跟你一起去。那就捡起地上武器，我们走。今天别看圆儿的房间偏僻，那些暴民一时半会儿过不来。你放心，你爹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爹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天爷呀，至今藏了这么多美女，兄弟们快来呀，享福了！你们别过来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住手！想不到我们家蒹葭挺经过不让许梅的。朝元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你是我娘子，我怎能不管？你是我娘子，我怎能不管？圆儿，你可来了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都乱套了，府里被洗劫一空，咱们不能待在这儿了。那我们能去哪儿啊？不想死的就过来，老子他妈送你们去见阎王！送我！我家小姐让我来救你。薛家怎么样？明月呢？公子放心，薛家有我800亲卫在，那些暴民闯不进去，薛家绝对安全。好呀，咱们去薛家。上来！哇！不怕死的就过来啊！反正老子今天已经杀了够多人了，不差你们几个。兄弟们都别怕，老子就不相信他今天能把我们都杀了。兄弟们上！我让你抢娘们儿！高手，兄弟，你们办你们的事儿，我们逃我们的命，咱们互不干预如何？你一路上斩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现在跟我说互不干预？赵坚甲跟陈氏可是重要人物，抓了他，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。不就是想要利益吗？来，我这还有10万两银子，都给你。你说真的？你若不信，我带你去取。把他们放了，你最好是别骗我。不行，周元，强给他就会杀了你的。不行，周元，强给他就会杀了你的。那也比咱们都死在这强。令大人，麻烦你把蒹葭安全护送到薛家。啊，这位壮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别伤害元儿啊！再不走，我不介意把你们都杀了。走！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不走。你去个屁！赵蒹葭，你我2人已经在和离书上签了字，我今日救你一命，也算是报答了你们赵家对我的恩情。从今往后，与我再无关系。
走！八百，愣着干什么？把人带走！走！看你这一副情深意重的样子，我现在不光要钱，还要你的命！我要让那娘们儿愧疚终生。周元，你别过来，你赶快走，趁乱离开云州城，因为我终究不是一路人，没办法白头偕老。记住，百花爱你。哎，姐姐，周大哥呢？你别哭啊！赵蒹葭，我问你，周大哥呢？周元从墨云斋一路杀出，便到赵府，把他救了出来，然后被歹徒给劫持了。赵小姐，我调查过周元的经历，他身为一介书生，入赘了赵府，便也罢了。可你根本瞧不起他，拒绝与他同房不说，还把他逼上白云山。下山之后，连最基本的零用钱都得问你要。你身为人妻，逼得自家丈夫跑出来写文卖钱，再看看他穿的那身衣物，哪像是大户人家的样子？可惜了，周元一身才华经世，好不容易赚取的银钱，如今却都拿来给你买命。你配做他的妻子？若今天周元真的出事，你此生良心可安。原来我才是那个负心的人。可是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他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帮帮我，你救救他好不好？叔叔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周大哥！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，你想想办法。小姐，劫持周元的人武功高强，我就算带人现在前去，只怕什么？周大哥！哎，周大哥！好了，这不都没事了吗？周元，你没事。怎么，你还希望有事啊？没受伤吧？没受伤吧？没有，周元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不信任你，不该左右你的想法，我。咱们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好吗？我以后什么都听你。陛下，微臣接到京都密旨，救驾来迟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元儿，跪下，不得无礼。起来了。谢谢陛下。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？从岳父口中得知女帝名讳时，就猜到了。那你还敢在密室轻薄之人，就不怕朕要了你的命？事其不可不从权，而且我相信陛下不会错杀好人。回头再收拾他。云州城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云州兵马大营已经出动，已经镇压了城内暴民。至于前朝余孽，正在追捕中。好，你要不要与朕一同去看看？没准还能见到你那相好的百花仙子。啊，真的？我都行。大晋51年
浩浩荡荡的云州惊变废阵呀，百花仙子带着前朝余孽降落。你要不要跟朕回京都？周远，你文武双全，胆识过人，有情有义，朝中官职可随你挑选。陛下，比起做官，我现在更愿意留在云州，当个写书的赘婿。罢了，你若想通，可以随时来京都找朕。守护朕的大军还在等着，朕就先行离去了。恭送陛下。周远，密室之事朕会记一辈子，你千万不要放在朕手上，否则朕定会好好收拾你。周远，密室里边到底发生了何事啊？意外，都是意外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给咱岳父岳母们生下大帮小子。周大哥，你不要脸！秃子。